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很多人跟谁都不好意思说。为什么？因为听起来有些难堪，也有些不体面，说出来怕人笑话。来，诸位先回想一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三更半夜的，你睡得正香，突然之间在那个梦里面，你急得不得了，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什么？你在找厕所，那种感觉真的是古人讲的五内俱焚啊。你的小腹胀得像个鼓，那口气憋在胸口下不去，你在梦里满世界乱跑。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你在梦里翻山越岭，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厕所，你心里一喜，想着总算有救了。结果冲进去一看，傻眼了，那是怎么样一个场景？要么那个厕所满地污秽，脏得让你根本下不去脚，你本来已经急到喉咙口了，可是一看到那个脏东西，生理本能让你瞬间就缩回去了。要么就是厕所倒是挺干净，但是它没有门，或者那个隔板它矮得离谱，你往那一蹲，甚至还没蹲下，你就发现外面男女老少全盯着你看，那种羞耻感啊，比尿急还要难受。你手忙脚乱的在那提裤子，想排又排不出来，想走又舍不得走。再不然就是你好不容易把心理建设做好了，刚要解开裤带，就在那个关键时刻咔嚓一下醒了，睁开眼一看，原来是虚惊一场。你赶紧连滚带爬跑去洗手间，稀里哗啦解决完了。这时候很多人，尤其是常看西医的人，就会跟我讲，尼斯，这有什么好稀奇的？这就是晚上水喝多了嘛，膀胱充盈了，生理反应而已啦。各位，你们把老天爷造人这套系统想得太低级了。如果这单纯只是你膀胱满了，你的大脑它非常聪明，它会直接给你发一个指令，起床上厕所，它会让你清清爽爽的醒过来，而不是大费周章费尽心机的给你编一个剧本。为什么要折磨你？为什么要让你在梦里焦虑到发疯？我告诉各位，易经讲天垂象见吉凶，你身体里发生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都是有意义的。这个梦是你灵魂深处发出来的一封加急电报，甚至是绝笔信，它是你的潜意识在向你那个表层意识发出最后的求救讯号。他在喊什么？他在喊救命啊，主人，我快被憋死了，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出口，我受不了了。这里面藏了大道理。中医讲心藏神，肝藏魂。白天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是睁开的，我们的意识也就是神在当家。在佛学里，这叫第六识。你做人圆滑，你顾全大局，你死爱面子，这都是神在强撑。等到晚上睡觉了，眼睛一闭，这个神他要回心里面去休息，他要归舍。这时候谁出来值班？是魂。这个魂藏在肝里，他不懂看脸色，他带着我们最原始的欲望，带着我们最真实的情绪，也带着我们平时压抑在骨头缝里的那些委屈和愤怒。说白了，它更接近你那个本来面目。如果你的身体是通畅的，你的心境是开阔的，你的魂在晚上漫游的时候，应该是去那些山明水秀的地方，或者是去飞翔自在的那种梦醒来，人是神清气爽的。但是如果你梦到的是找厕所，而且是那种极其焦虑、肮脏、无处藏身的厕所，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魂被困住了，说明在你的身体里有一股巨大的陈旧的腐败的能量想要排泄出去。这就是佛家讲的业力，也是中医讲的郁结之气。这股气想要走，但是你白天的那个意识，你那个死爱面子的假我，把所有的出口都给堵死了。这就好比是你家里的下水道堵了，污水倒灌，那个味道你说难受不难受？你之所以在梦里找不到门，是因为你在现实中把通往真心的大门给锁死了。你在梦里嫌厕所脏，是因为你嫌弃自己内心的负面情绪脏。这一切的根源不在膀胱，而在你的心。我曾经在台北遇到过一个病人，这个案例非常经典，在座的很多40-50岁的大姐听了可能都会觉得我在讲你。这是一位大姐，50多岁，穿着打扮非常得体，那是纯丝的旗袍，拿着那个名牌包包，一看就是那种生活优渥、养尊处优的太太。但是她一进诊室，我就看到她满脸的菜色。什么叫菜色？就是脸上虽然铺了粉，盖了腮红，但透出来的那个底色是暗沉的，没有光泽，尤其是眼袋黑得像猫熊一样，那是肾水枯竭、肝木郁结的象。她坐下来还没说话，气就先叹了3口。她说：尼斯，我都快疯了，
我这半年来几乎天天做同一个梦，就是找厕所。我梦见自己在那种很大的百货公司里，或者是那种看起来很豪华的大饭店里，我穿着高跟鞋一层一层的跑，一层一层的找，每一层的厕所都挂着维修中的牌子，要么就是门锁不上，我就在那跑啊跑啊，一直跑到满头大汗，最后被尿憋醒。他看着我，眼神里全是困惑。他说：尼斯，我不明白啊，我现实生活中很好啊，我老公事业有成，对我也不错，我孩子送到美国读硕士去了，很争气，我自己退休了，每天插花喝茶，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在焦虑什么。我去西医那里检查，也就是有点轻微的神经衰弱，开了点安眠药，吃了也不管用。我听完也没急着开方子，我看了看他的舌头，舌苔厚腻，这是心火旺脾湿重的表现。我又摸了摸他的脉，那个脉象啊，这就是我们讲的弦脉，绷得像吉他弦一样紧绷绷的。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体内有一股气长期郁结在哪里，不得疏泄。我收回手，看着他的眼睛，我很严肃地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说：大姐，你这不叫失眠，也不叫肾亏，你这个病西医没名字，我给你起个名字叫心灵便秘。他愣了一下，说：心灵便秘，这是什么词？我说：你听我讲，你在外面演这个成功女性，演这个完美的官太太，演这个懂事的妈妈，你演得太辛苦了，你演了几十年，连你自己都信了。但是你是人，你不是神像，这几十年来，难道你就没有一点委屈吗？难道你就没有一点不甘心吗？难道你就没有想过要骂人的时候吗？肯定有。但是你怎么办的？你为了所谓的体面，为了家庭的和睦，为了让别人说你一句贤惠，你把所有的这些脏东西，把所有的这些见不得人的小情绪通通都吞下去了。你以为吞下去就没事了吗？错了，这些情绪是有能量的，它们被你塞进了一个叫潜意识的地窖里，现在这个地窖满了，都要溢出来了。你的灵魂，也就是那个被你压迫了半辈子的魂，他想去排泄，他想把这些垃圾倒掉，但是你那个死爱面子的自我，那个白天端庄优雅的你，在梦里都还守着那扇门，拿着一把大锁不让你排出来，因为你觉得排泄是不雅的，发泄情绪是丢人的。这番话一说出来，真的是如雷贯耳。那位大姐刚才还端着架子，坐得笔直，听我说完，整个人突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肩膀垮了下来。过了大概5秒钟，哇的一声，当场就在我诊所里嚎啕大哭，那是真的哭，眼泪鼻涕一起流，妆都哭花了。她一边哭一边说：尼斯，你说的太对了，我真的好累啊。各位，这就是我们要讲的核心。厕所在我们世俗的文化里，它是排泄肮脏东西的地方，大家避之唯恐不及。但在命理学，在深层的佛学心理学看来，厕所是一个最神圣的地方，它是一个转化的道场。你连厕所都找不到，说明什么？说明在你的生命里，你根本没有给自己留一个可以软弱、可以真实、可以不体面的空间。易经里有个卦叫坎卦，坎为水，水在深渊里。水这个东西，它的本性是要流动的，是要往下走的。如果你把水堵住，不让它流出来，这水就会变成死水，变成臭水，最后这个臭水就会把你的命都给淹了。那个梦里的尿急，那是你心里的毒，水要决堤了。这可不是迷信，这是真正的生命科学，是你花多少钱在医院都买不到的救命真言。好，我们讲到这里，大家应该已经听出点门道来了。刚才讲到那个大姐在大庭广众之下找厕所，其实啊，这只是冰山一角。我们要想彻底破解这个梦，要想让你以后睡觉能睡个安稳觉，就得先搞清楚到底是谁在你的梦里指挥交通，又是谁在给你设路障，让你想尿个尿都这么难。很多朋友可能就在想，尼斯，这是不是说明我要倒大霉了？是不是最近犯小人？这也是一种通病。一遇到不好的象，马上就往迷信上牵扯，马上就觉得是外面的风水坏了，或者是别人要害你。我告诉各位，向外求永远是迷信，向内求才是大道。所以各位请注意，接下来的内容我们要去挖一挖你心底里那个埋了10几20年的垃圾堆，我们要看看到底是哪个念头把你困在那个没门的厕所里出不来。佛学里有个词听起来很玄，
叫阿赖耶识。我用最土、最接地气的话解释给你听，它就是你灵魂里的一个超级大仓库，而且是个只进不出的仓库。你想想看，你今年50岁了，或者60岁了，这5、60年来，你经历过的所有事情，真的都过去了吗？你年轻刚嫁过来的时候，被婆婆刁难的那一句冷言冷语，你当时忍了，你觉得忘了。你中年时为了养家糊口，被那个混蛋老板当众羞辱，你为了薪水，你陪着笑脸，你觉得事过境迁呢？甚至是你对隔壁老王家发大财的一点点嫉妒，你对兄弟姐妹分家产不公的一点点怨恨，你觉得哎呀，我是大人了，我有修养，我不跟他们计较，然后你深吸一口气，强行把这些念头压下去了。这一压，坏事了。这些念头并没有消失，它们变成了一颗颗种子，全部掉进了阿赖耶识这个大仓库里。这就好比你家里的那个储藏室，或者是我们乡下老家那个地窖，你平时买了不用的破烂，舍不得扔的旧报纸，还有那些发霉的旧衣服，你觉得扔的可惜，或者处理起来太麻烦，你就一股脑全往里塞进去了。门一关，眼不见为净。你看着客厅挺干净，你觉得家里很整洁，那是假象。等到了晚上，你睡着了，你的潜意识那个负责看门的保安休息了，这仓库的门就开了。梦境是什么？梦境就是这些陈年烂谷子开始翻腾了。那个在梦里急着找厕所的你，其实就是你潜意识里那个不堪重负的自己。我们讲面子，讲体面，尤其是到了40岁到70岁这个年纪，谁不是上有老下有小？你在公司是家中支柱，在家里是定海神针。你告诉所有人，我没事，我挺得住，我能行。你甚至连自己都骗过去了。但是你的阿赖耶识骗不了，它是一本铁杖。他知道你累了，他知道你肚子里装满了委屈的苦水和愤怒的毒素，他在梦里拼命的想找个厕所，其实是想把这些情绪垃圾倒出去。他在求救啊。他说，主人，我装不下了，再装我就要炸了，你让我拉出来吧。好，这时候我们就要讲到那个让很多人恶心的画面了。为什么厕所总是那么脏？这就是重点啊。很多人跟我抱怨，尼斯，那个梦太恶心了，我醒来都想吐。我告诉你，这反映的不是环境脏，而是你内心对这些负面情绪的自我嫌弃。在你的潜意识里，你把你自己的焦虑、你的嫉妒、你的软弱、你的愤怒都看作是像粪便一样肮脏、见不得人、恶臭的东西。你对自己太狠了，真的太狠了。你受的教育，你的社会地位要求你必须像个圣人一样干净。你觉得一个好妈妈是不应该发火的，你觉得一个成功男人是不应该喊疼的，你觉得一个修行人是不应该有贪念的。所以当你内心产生一点点负能量的时候，你不是去理解它，你是去审判它，你觉得那是污秽，你觉得那是不对的。你梦里的厕所越脏，说明你在现实中对自己的道德洁癖越重，你容不下那个不完美的自己，所以你的灵魂只能在梦里对着那一滩污秽不知所措。你想排，但你又嫌它脏，你在那里进退两难。我以前带过一个学生，是个很有名的外科医生，平时温文尔雅，说话轻声细语，救人无数，大家都说他是活菩萨。但他私下里找我，满脸痛苦。他说他老是梦见自己在那种乡下的露天粪坑边徘徊，甚至梦见自己掉进去了，爬不出来，满身都是那个东西。我当时就跟他讲，你这是把病人的负能量全吸收了，却没给自己留个排泄口。他说，我是医生啊，我就该是坚强的，我就该是给病人信心的，我要是都抱怨病人怎么办？我说，你看，这就是你的执念。你觉得医生就该是金刚不坏之身，你觉得医生有情绪就是脏的，你这是在逆天而行。易经里讲损卦，三者损，损下益上。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学会损，也就是学会丢掉那些没用的包袱，学会把那些坏的情绪排出去，你的精神世界才能真正获益。你现在只进不出，就像一个貔貅一样。但这玩意它不是钱，它是毒啊。你把毒留在肚子里当宝贝供着，你不生病谁生病？医生听完我的话愣了半天，后来我让他去干嘛？我没让他吃药，我让他去学拳击。我说，你下班了别老在那看书端着了，去打拳，去吼，
去把那个沙袋当成让你不爽的人，狠狠地揍。1个月后，他跟我说，梦没了，人也精神了，连那种假惺惺的斯文都没了，反而跟病人关系更好了，因为他变得真了。所以啊，各位，下次再梦见那个脏兮兮的厕所，别急着恶心，也别觉得自己是不是业障深重，那是你的灵魂在提醒你，老兄该清仓了，这些陈年的垃圾该扔一扔了，不要嫌弃他们，他们也是你生命代谢的一部分。你只有承认，对，我会嫉妒，我会生气，我有时候很小气，我有时候很想偷懒。当你承认的这些脏东西也是你的一部分时，梦里的那个厕所自然就变干净了。但问题又来了，既然想排泄，既然我们也知道了不用嫌弃它，为什么偏偏找不着，或者找到了却排不出来？明明厕所就在那，为什么没有门？或者为什么墙矮的跟没有一样？这就要讲到佛法的一个非常厉害的概念，叫第七识，学名叫莫那识。如果说阿赖耶识是深不见底的大海，那这个莫那识就是海面上那个最大的浪头，是那个兴风作浪的家伙。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只有2个字，指我。什么意思？就是他时时刻刻都在盯着你，在你耳边絮絮叨叨，我是谁，我该是怎么样，别人会怎么看我，我不可以丢脸。这就是我常说的那个死爱面子的守门员。你回想一下，你在梦里那种急得团团转却不敢解裤带的感觉，旁边那些路人真的是外人吗？梦里那些盯着你看的男女老少，真的是你的邻居、同事、亲戚吗？根本不是。那些路人其实就是你自己内化了的社会眼光，是你自己变出来的。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现在40岁到70岁的朋友，你们受的是什么教育？是传统的儒家教育。我们要温良恭俭让，我们要光宗耀祖，我们要敦亲睦邻，这本来是好事，但是坏就坏在过了。你是不是总在担心，我要是表现得不耐烦，邻居会不会觉得我不够厚道？我要是跟老公大吵一架，孩子会不会觉得我不是个好妈妈？我要是承认我生意失败了，我不行了，以前那些老朋友会不会看不起我？这种怕丢人、怕被看穿的念头已经深入到你的骨髓里了。你活得像个演员，每天都在演戏。结果呢，连你睡觉的时候，这个莫那识都不肯放假。他在梦里变换出各式各样的障碍。厕所没门，是因为他在警告你，不准卸下防备。一旦你展示出真实的脆弱的一面，一旦你脱下裤子，也就是放下伪装，你就会被看光光，你就没尊严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大哥大姐活得特别累，因为你们在潜意识里给自己造了一个没有出口的宫殿。你把那个真实的会痛会哭想骂街想摆烂的自己关在最深处，外面套上了一层又一层名为体面名为修养的盔甲。我以前在诊所里遇到过一个大老板，那是真正的富豪，手底下几千号员工。他来看病的时候前呼后拥的。他跟我讲，他梦见自己在金碧辉煌的5星级饭店大厅里突然内急，那个急啊真的是要命，但是他怎么找都找不到厕所，最后好不容易在角落里找到一个，结果是个玻璃做的，透明的，外面全是他的员工在开会，他就在那个玻璃厕所里在那憋着，脸涨成了猪肝色，最后活生生被尿憋醒，醒来以后心脏狂跳，血压飙到180。我听完也没给他开降压药，我跟他讲，老板，你这个饭店大厅就是你给自己造的人设，你要求自己永远成功，永远光鲜亮丽，永远是那个运筹帷幄的董事长，但在你的蓝图里，你根本没有给生理需求，也就是你的真实情感留位置。你觉得成功人士是不应该有这种低级烦恼的，是不应该示弱的。所以你的饭店里厕所要么没有，要么就是透明的，因为你潜意识里觉得，如果你让员工看到你狼狈的一面，你的权威就没了。老祖宗在易经里有个卦叫否卦，天地否，上面是天，下面是地。很多人一看天地好像挺好，错，那是大凶之卦。天清气在上，地浊气在下，两边不搭界，阴阳不交流，这叫闭塞不通。你现在的状态就是否，你把面子看得比命还大，你把那个我举得高高的，像天一样，把你身体的真实感受踩在脚下，气血就在里面打架，能不能不生病吗？所以为什么梦里厕所没门？因为你在害怕被审视，你极度缺乏安全感，
你骨子里是不自信的，你觉得你的价值是建立在别人的评价上的，你害怕一旦你不再完美，这个世界就会抛弃你，你的孩子就不爱你了，你的伴侣就嫌弃你了。但是各位老友，我想问你们一句，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拉屎撒尿？天有阴晴圆缺，哪能只有大太阳没有雷阵雨？你那个莫纳什啊，他其实是在害你，他以为在保护你的尊严，实际上他是在把你变成一个精神上的便秘患者，一个连在梦里都不敢放过自己的人，他的肝气怎么能疏达？他的心脏怎么能轻松？中医讲肝主疏泄，肝气一郁，百病丛生。女人的乳房结节、子宫肌瘤，男人的高血压、偏头痛，甚至癌症，很多时候都是这么憋出来的。我们要修的就是要把这个守门员给撤了，或者至少让他去喝口水，歇一会。你要学会告诉那个莫纳什，去你的面子，老子也是人，老子也会累，老子现在就要发泄。当你敢于这么想的时候，当你敢于在梦里对着那些围观的人群大喊一声看什么看的时候，那个厕所的门就会为你关上，你就能痛痛快快的拉出来了。这一关如果过不去，你吃再多的药，补再多的冬虫夏草都是白搭，因为你的心门是锁死的，药气进不去，毒气出不来。讲到这里，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尼师道理我都懂，但我就是放不下啊。我不光是梦见厕所没门，有时候我还梦见更怪的事，比如背着重东西走不动路，或者是想喊不出来，这又是什么因果？我们老祖宗讲一句话叫舍得，有舍才有得，这话谁都会说，连3岁小孩都会背。但现实中呢，大部分人，尤其是到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那是舍不得。你们不仅舍不得钱，舍不得权，最要命的是你们连那是累赘都分不清，还当成宝贝死死抱着。我以前在讲课的时候，常讲到一个很有名的佛家公案，也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医案。大概是5、6年前吧，有一位富商来找我，这人呢是真的有钱，在东南亚做木材生意的，家里金条真的是可以堆成山，平时出门那是风光无限。可他有个怪病，什么病呢？他跟我说，尼师，我这日子没法过了，每天晚上只要一合眼，我就梦见自己背着一个巨大无比的麻袋，那个麻袋里装的全是金子，沉得要命，我就背着这个麻袋在一个没过膝盖的烂泥潭里走。大家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梦里那个累啊，腰都要断了，每走一步都要把腿从那个粘稠的泥浆里拔出来，但他死活不肯松手。为什么？因为他知道那是金子啊，那是他一辈子的心血啊。他就在那磨，走也走不动，停也停不下，前面看不到头，后面没有退路，最后每次都是活活累醒，出一身冷汗，心脏扑通扑通跳，像是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他来找我的时候，我就看他的脸色，那是发青发暗，印堂发黑。这是什么？懂中医的一听就知道，这是木克土，木是肝，土是脾胃。他思虑过重，忧愁太过，把脾气都给伤透了。脾主肌肉四肢，脾虚到了极点，所以他在梦里才会觉得四肢沉重，寸步难行。我跟他讲了一句很重的话，我说，老兄，你听好了，你梦里的那些金子，在现实中是你放不下的面子，丢不掉的地位，还有你那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但在你的身体里，在你的梦境逻辑里，他们就是你排不出去的陈年宿便。他一听急了，尼师，金子怎么能是屎呢？这也太难听了吧。这就是问题的根源，这就是佛家讲的分别心。你看我们人啊，最容易犯的错就是把东西分成好的和坏的。我们觉得钞票是好的，名声是好的，奖杯是好的，所以拼命往怀里揣，多多益善，死都不肯放手。我们觉得委屈是坏的，愤怒是脏的，恐惧是丢人的，所以拼命往肚里咽，不敢示人。但是各位，你们有没有读过《金刚经》？经里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在宇宙的能量看来，在老天爷的眼里，钱也是能量，死也是能量，没有高低贵贱，只有通与不通。如果这个能量堵在你身体里出不去，那黄金就是砒霜；如果这个能量能顺畅的排出去，回归大地，那粪便就是黄金。可你非要生出分别心，你把那些所谓好的东西死死攥住，不肯分享，不肯放下权力，不肯交给下一代，又把那些所谓坏的情绪死死压住，
不肯释放，不肯面对，结果怎么样？你的心就变成了一个死海。大家都知道死海吧？那个水咸得要命，里面连条鱼都没有。死海为什么死？因为它只进不出，只有水流进来，没有水流出去，水分蒸发了，盐分全留下了。你那个找不到厕所的梦，或者那个背着金子走不动的梦，其实就是在告诉你，你的心已经变成死海了，盐分太重了，把你生命的灵性都给淹死了。你嫌弃梦里的厕所脏，其实是你嫌弃那个不完美的自己。你觉得那个会嫉妒邻居，会怨恨父母，会想偷懒的自己是肮脏的，所以你在梦里拼命找一个完美、干净、私密的地方去释放。可我告诉你，这世界上哪有绝对的干净？我们老祖宗在易经里讲太卦，地天泰，坤上乾下，地在上面，天在下面，这叫天地交感，这才是大吉大利的卦。地是什么？地就是泥土，就是接纳万物的地方，就是粪便回归的地方，就是最厚重最不堪的东西。天是什么？天是纯阳之气，是高高在上的精神。如果地不在上面，如果不想着去接纳那些脏东西当养料，你那个高高在上的天能开出花来吗？没有淤泥哪来的莲花？你梦里那些排不出去的东西，那些你不敢面对的阴暗面，其实都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他们不是你的敌人，他们是你的肥料啊。那个富商听了我的话若有所思，他问我，尼斯，那我该怎么办？把家产都捐了？我说不用那么极端，那是形式，我要你修的是心。我让他回去做一件事，我没让他烧香，也没让他布施。我跟他说，你每天回家把西装脱了，找个没人的地方，哪怕是自家厕所，你对着镜子，你看着镜子里那个苍老疲惫的男人，你大声骂自己10分钟，把你平时在员工面前不敢说的脏话，把你对竞争对手的恨，把你对子女的不满意，把你对自己贪婪的那个样子全骂出来。你要承认，对，我就是个贪财的老头，我就是怕死，我就是累得像条狗。他吓了一跳，说这成何体统？我说你要命还是要体统？去骂，骂到你自己哭出来为止。他回去照做了。刚开始几天他骂不出口，觉得羞耻。后来有一天他喝了点酒，对着镜子指着鼻子骂，骂着骂着几十年的委屈全涌上来了。他坐在厕所地上哭得像个孩子。1个礼拜后他打电话给我，声音都亮了，那是中气十足的声音。他说，尼斯，真是奇了，昨晚我又做梦了，我梦见我走到那个泥潭中间，实在走不动了，我就想，去他妈的金子，老子不要了。我就把那袋金子狠狠地扔进了泥潭里，结果你猜怎么着？那个泥潭咕咚一声，竟然长出了一朵巨大的莲花，那个金子变成了莲花的根，我踩着那个莲花轻飘飘的就过岸了。上了岸，我就看到一个厕所，干干净净，我进去痛痛快快的方便了一场，那个顺畅啊，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各位，这就是转化，这不仅仅是一个梦的改变，这是他生命的格局打开了。他不再把成就当成负担，也不再把困境当成绝路，他学会了放手，学会了接纳。所以啊，各位大哥大姐，荧幕前的老朋友们，别再跟自己较劲了。你越是想做一个完美的圣人，你梦里的厕所就越是像个地狱。只有当你承认自己也是个肉骨凡胎，也有七情六欲，也能吃喝拉撒，也有贪嗔痴的时候，那个困扰你的梦才会真正放过你。哪怕你现在满身是泥，只要你心念一转，那个泥就是你脚下的莲花台。讲完了这个沉重的话题，我们要继续往上走一步。刚才讲的是怎么把包袱扔掉，接下来我们要聊聊一种更高的境界。很多人问我，尼斯，那些得道高僧，他们也上厕所，他们也做梦吗？他们梦里的厕所长什么样？这个问题问得好。各位，下面我们要通过禅宗里一个非常有名的公案赵州洗钵来告诉大家什么才是真正的大修行。这个故事很简单，但里面的味道够你嚼一辈子。以前有个刚出家的年轻和尚跑去问赵州禅师，他很诚恳跪在那磕头说，师父，我已经来很久了，请您教我修行的真谛。到底什么是佛法的大义？什么是宇宙的终极真理？你们看，这个小和尚就像现在的你们，总觉得真理在天上，在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高深理论里。赵州禅师看都没看他，眼皮子都没抬，
就问了一句：你早上吃粥了吗？小和尚说：吃过了。赵州禅师说：那就去洗钵盂，就是洗碗去吧。那和尚一听愣住了，心想：老和尚，你是不是老糊涂了？我来问你宇宙真理，我来问你怎么了脱生死，你让我去洗碗。各位，这个小和尚就像现在的很多人，你们总觉得修行就是要在深山老林里打坐，或者是去大庙里烧高香，或者是花几百万去买个什么水晶洞。你们觉得上厕所、洗碗、倒垃圾、跟老婆吵架这些事是琐碎的，是低级的，是跟修行没关系的，甚至是阻碍修行的。错，大错特错。赵州禅师的意思是说，道就在屎尿屁里。庄子也说过这句话，道在屎溺。你吃饭是修行，你洗碗是修行，你上厕所更是大修行。在禅者的眼里，大殿里金光闪闪的佛像和后院臭气熏天的茅厕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他们都是道场。你在梦里之所以那么焦虑，是因为你把上厕所这件事当成了一种负担，当成了一件羞耻的不得不做却又难以启齿的脏事。你试着换个角度想一想，如果你能带着一颗清净平等的心去上厕所，你把你身体里的毒素排出去，你感谢这个身体帮你过滤了残渣，你享受那个释放的过程，这难道不是在给你的肉身庙宇做大扫除吗？这时候那个厕所就是莲花台。反过来说，如果你带着满脑子的贪婪算计去大殿拜佛，求升官发财，求把竞争对手搞垮，那就算你跪在佛祖脚下，那里也不过是个名利场，比厕所还脏。我以前常跟病人讲，你看我们诊所院子里那棵大树，那树长得枝繁叶茂，为什么？因为它从来不憋着，秋天到了，叶子黄了，它哗啦一下就让叶子落下来，归还给大地。它从来不会觉得，哎呀，我掉叶子了，好丢人啊，我光秃秃的好丑啊，隔壁那棵松树肯定在笑话我。树从来不以此为耻，它顺应天道，该长的时候长，该落的时候落，把废气的排出去，来年春天才能长出新芽，这叫生生不息。而你们呢？你们这些所谓的万物之灵，活得连棵树都不如。你们把所有的黄金，也就是面子、钱财、地位都背在身上，把所有的委屈、愤怒、不如意都烂在肚子里。你把自己的心变成了一个只进不出的死胡同。你梦见厕所没门，是因为你自己的心门没开，你害怕被人看见你的脆弱。可是谁没有脆弱的时候？佛陀当年在菩提树下悟道，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他说：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你那个找不到厕所的梦，就是因为你的妄想和执着太重了。你执着于一个完美的形象，你妄想自己永远坚不可摧，结果呢，你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囚徒，困在那个没有厕所的豪华宫殿里，活活憋死。从今天开始，我要教你们一个心法，这也是我送给你们的通关密语。下次你在梦里再找厕所，或者在现实生活里感到憋屈，想哭却不敢哭的时候，不要去对抗那个脏环境，也不要恨那个没门的厕所，你就在心里对自己说：是的，我现在很狼狈，我现在很焦虑，我现在就是想拉屎，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接受这个肮脏的自己。当你能坦然接受自己的狼狈时，也就是你放下分别心的时候，我告诉你们，一旦你放下了这个执着，奇迹就会发生。你下次做梦，那个厕所的门自然就有了，甚至你会发现天大地大，哪里不能方便，心无挂碍，处处都是净土。这才是易经里讲的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不管是身体的痛还是心理的痛，道理都是一样的。我告诉你们，最好的风水不在房子里，而在你的肉身里。你的心就是最大的风水眼。如果你心里全是计较，全是怨恨，全是堵在那里的陈年宿便，那你就算住在皇宫里也是个凶宅，因为你的气场是堵的，财神爷想进都进不来。反过来，如果你能像我今天讲的那样，把心里的厕所修好了，让情绪进得来出得去，那你这个人就是一块活的风水宝地。你对别人宽容一点，别老盯着旁边人的缺点，别老记着老伴的唠叨，你对自己慈悲一点，累了就歇，病了就治。你的气顺了，血就通了，血通了，百病就不生了。这就是易经里讲的生生不息。这世间最难的修行，不是翻山越岭去拜佛，
而是半夜醒来，摸摸自己的胸口，跟那个吓坏了的自己说一声，没关系，我原谅你了。最后送给各位16个字，这16个字看起来像大白话，但你要是能做到，你比神仙还快活。饿来吃饭，困来眠，累了就歇，痛了就哭，大道至简，平常心是道。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不希望你们再梦见那个没门的厕所，我希望你们梦见自己在一片大草原上，想跑就跑，想躺就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人生就像一场大梦，别在梦里把自己给憋坏了。等我们两腿一蹬的那天，能笑着对自己说一句，这一辈子我活得挺痛快，这就够了。好了，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我相信此刻在荧幕前的你听了这么多，心里一定也藏着不少陈年垃圾想倒出来。现在我请你在留言区做一件事，不要憋着，把你最近一件最委屈、最憋屈或者最想骂人的事写在留言区里。为什么？因为写出来就是一种排泄，写出来就是把那个堵住你阿赖耶识的石头搬开。或者如果你想给自己积福，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听懂了，就在留言区留下2个字，通透。让我们这里几万几十万人的正向磁场帮你冲开那些烦恼的淤泥。好了，我们下期见。